第6课：教导与纪律的平衡。家庭教育中，父亲的角色常常是平衡大师。如何既能温柔地教导孩子，又能坚定地设立界限呢？如何在爱与纪律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，而不至于成为过于严厉的家里霸王，或是过于宠溺的傻爸爸呢？这堂课，我们用幽默与真实的故事，探讨这些深刻又实用的课题。1. 父亲如何温柔而坚定地教导孩子。富国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，对儿子建虎寄予厚望。他希望建虎能成为一个有责任感、有自律的孩子。然而，富国的方式有一点过火。他喜欢用震撼教育，觉得孩子需要打骂中长大。有一次，建虎忘记写作业，老师打电话告诉富国。富国当晚气势汹汹，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字典进了房间。他拍着桌子：“建虎，你知不知道这叫不负责任？”建虎一脸懵，点头如捣蒜。隔壁的妈妈听不下去了，敲门进来：“富国，你这样子会吓坏孩子，不如试试用说的啦。”富国不服气：“不震撼，怎么让他记住？”建虎默默流下眼泪。当天晚上，他用枕头蒙着头，闷闷地说：“爸爸，为什么每次我犯错，你都大声吓我？我不是不想改，我是害怕告诉你。”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富国的心。他开始反思，为什么自己的教导方式总是让孩子感到恐惧，而不是被理解呢？后来，富国学会用温柔的语气和孩子交流。有一次，建虎又忘记写作业，富国没有再怒气冲冲。他坐在建虎旁边，轻声说：“你觉得今天忘记作业的原因是什么？爸爸不是要骂你，而是想帮你找到解决办法。”建虎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可能是因为我太喜欢玩电动了。”这一次的交流不仅让建虎愿意主动面对错误，也让父子关系更紧密。2. 纪律的有效方法与界限设立。纪律并不等于惩罚，而是让孩子明白行为的后果，并学会承担责任。然而，有效的纪律需要方法。康伟是一名点子王爸爸，对孩子完美的纪律教育有一套别开生面的创意惩罚法。有一天，文美偷拿了妈妈的零钱去买糖果。当康伟发现时，他没有立刻大发雷霆，而是拿出纸和笔，让文美列出零钱去哪了的详细清单。一共200块钱，扣掉糖果钱，剩下多少？康伟问。文美认真算了算，剩150。康伟说：“那好，你要负责把这150块赚回来。我们来做一个家务工作表，每次帮忙就能赚5块，直到还清为止。”这次经验让文美既体会到金钱来之不易，又学会了承担行为的后果。从此再也不敢乱花家里的钱了。设立界限时，
父亲需要明确而坚定，却也要带着爱与耐心。例如，晚上9点后不玩手机的规定，应该事先与孩子商量好，并坚持执行。当孩子试图挑战界限时，父亲需要温和但坚决地重申规定，而不是动怒或妥协。3、避免因严厉或溺爱带来的后果。家庭中常见的2种极端教育方式，严厉型和溺爱型，往往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。君亮的爸爸是个严厉的令人敬而远之的典型父亲，他觉得孩子不需要朋友，只需要规矩和成绩。有一次，君亮考试成绩退步了，爸爸一气之下禁了他1周的电视和零食。然而，这样的惩罚并没有让君亮变得更努力，反而让他更害怕向父亲吐露心声，甚至学会了撒谎来掩饰成绩。与此相反，茉莉的爸爸却是个溺爱型选手，他什么都舍不得让女儿受委屈，哪怕茉莉犯了错，只要他撒娇，爸爸就会妥协。有一次，茉莉因为上课迟到被老师批评，爸爸不仅没有教育她，反而责怪老师不懂体谅孩子。结果，茉莉渐渐养成了无责任心的坏习惯，对规则毫不在意。这2个例子都说明了，父亲的教育方式既不能过于严厉，也不能过于宽纵。真正的平衡在于，在爱中有纪律，在纪律中有爱。4、教导与纪律的艺术，温柔坚定的力量。真正的教育是一场长跑，而不是短跑。温柔而坚定的教导方式，既能让孩子感受到父爱，又能建立起良好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。回到富国和剑虎的故事，多年后，剑虎成为了一名教师。他经常对学生说：“我爸爸从来没有放弃过教导我，即使我犯了再多错，他都愿意用爱与耐心给我机会。”剑虎用自己的方式，把父亲的教育理念延续到下一代人身上。因此，做一个称职的父亲，就是用心引导孩子，在爱与纪律中培养他们成为有责任感、有智慧的人。结语：成为孩子的导师与朋友，在教导与纪律之间找到平衡，是每位父亲的挑战，但这并非不可能的任务。当父亲能够温柔地引导孩子，坚定地设立界限，他们不仅能够建立更亲密的亲子关系，也能够塑造孩子的未来人生方向。让我们每一位父亲都成为孩子生命中的良师益友，用爱与智慧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每一步。